魏无羡似乎没听懂是什么意思，他了一声，然后抬起头，闭着眼睛就要去亲蓝忘机的唇。终于到了家，蓝忘机被魏无羡折腾得出了一身的汗，门一锁上，魏无羡直接就抬头去找蓝忘机的唇，可惜越是着急越是亲不到，魏无羡急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，一双桃花眼带着水光，眼底又泛着情欲的红。蓝忘机只能低下头，魏无羡一下子就亲到了蓝忘机微凉的唇，他舒服的喟叹的了一声，抱着蓝忘机的唇就开始蹭，毫无章法，蓝忘机的唇被他磨出了一个小口。魏无羡主动的不像话，蓝忘机抱着他的腰，低下头和他亲吻，眉眼带着心疼，药效这么强，这人居然还能在那里和那个金光扇周旋，一直忍住，也不知道这药对身体有没有危害。蓝忘机松开他的唇，魏无羡的眼睛已经迷离，药效彻底发作，他整个人身上的每一块皮肤都在叫嚣着要蓝忘机。魏无羡的眼睛鼻子都是红了，嘴唇也是红的，带着水光。蓝忘机伸出手摸了一下魏无羡的唇，魏无羡就咬了一下他的拇指。蓝忘机的眼睛一下子就变得晦暗不明，他问道：魏婴，看着我是谁？魏无羡亲不到蓝忘机有些委屈，眼眶泛起水光，他声音被药笑熏得有些哑，不自觉地发软。他说：蓝湛呐，是我的蓝湛呐。话音刚落，整个人就被蓝忘机抱起来走到了卧室，一下子就摔在了卧室柔软的大床上。蓝忘机直接压过来堵住了魏无羡红艳的唇。魏无羡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，全身都是痕迹，他动了动自己的腰，一下子脸色一变，没忍住嘶了一声，疼得整个人都不好了。蓝忘机还在他旁边睡着，全身清爽，想必是好好的清理过了。魏无羡费劲地翻过身，面对着蓝忘机，他浑身都不舒服，尤其是后面，好像还有什么东西胀着他一样。魏无羡看着蓝忘机的睡颜，睡着的时候这么乖，这么昨天晚上在床上那么凶，他伸出手轻轻地点了点蓝忘机的鼻尖。不行，浑身实在是不舒服。魏无羡缩到蓝忘机的怀里，继续闭上了眼睛，不一会又睡着了。这一觉睡到了当天下午，魏无羡醒过来的时候头昏脑胀的，蓝忘机已经起来了。魏无羡张了张嘴，发现自己的嗓子已经哑得不行。他躺在床上贪恋床上的温柔，不愿意起来。蓝忘机从外面走进来，魏无羡听见动静，抬头一看，蓝忘机就在门外，虽然还是那副冷淡的表情，但是魏无羡还是看出来了，一副终于把肉吃到嘴里的眼足。蓝忘机走了过来，把魏无羡从床上抱起来。魏无羡笑骂道：这3年可把你憋坏了。蓝忘机不吭声，耳朵微微发红，伸出手替魏无羡揉着腰。蓝忘机的手法很好，不一会魏无羡就觉得后腰不那么酸疼了。魏无羡轻轻地拿脚踹他：我可没有你那么体力好，你看我这身上都是你留下的印子。蓝忘机道：我的错。魏无羡又被蓝忘机喂了几口水，这才感觉嗓子好了些。他说：昨天让你轻点，你怎么不轻点？他一边说，一边拿着自己的脚去蹬蓝忘机。蓝忘机的看着魏无羡的脚，他依稀记得昨天情到深处的时候，那人连脚趾都是粉的。爽是爽了，但是就是这代价有些大。魏无羡不想下床，就想在床上赖着。昨天让你停，你怎么不停？还按着我在浴室里面搞，小家伙，你胆子肥了。魏无羡简直要被气死，昨天他已经累得不行了，以为小男朋友带他去浴室清理去了，结果呢，是魏无羡想多了。蓝忘机把魏无羡抱在怀里，亲吻他的头发。他说：最近几天好好休息，公司那边我请假了。魏无羡眉眼带着慵懒的笑，说道：别吧。故意逗蓝忘机。蓝忘机道：你现在也起不来。魏无羡一听就挑了一下眉，问道：你说什么？蓝忘机看着魏无羡的眼睛，又淡声说了句：我说你现在也起不来。魏无羡那个不服啊，挣脱出蓝忘机的怀抱，起身就要下床。蓝忘机好像胸有成竹，就这样看着魏无羡下床。结果魏无羡脚刚着地，双腿软得站不住，直接一下子就跪在了柔软的地毯上，站都站不起来。魏无羡脸色直接就变了。蓝忘机浅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温暖的笑意，走过去把魏无羡捞在怀里。魏无羡摸了摸自己的腿，说道：
这就是小4岁的差距吗？语气那叫一个生无可恋。魏无羡在家躺了2天，这2天可真的是家里的祖宗了，吃饭都不带下床的，就连上厕所都是蓝忘机抱着去的，那叫个娇气呀！蓝忘机只能无奈的叹气，继续宠着。蓝忘机在厨房做饭，魏无羡就坐在软软的沙发上，舒舒服服的躺着，一边还朝着厨房那边喊：“蓝湛，我不吃葱香菜。”蓝忘机道：“知道了。”不是1次2次了，从那天开始，蓝忘机就察觉到了魏无羡似乎又变回了那个魏无羡，会朝着蓝忘机撒娇，朝着蓝忘机发一些小脾气，会哼哼不吃这不吃那。蓝忘机做好午饭，魏无羡一边吃一边笑，他咬着筷子尖，笑着说：“我还得好好谢谢那金光善啊。”谢他做什么？蓝忘机现在一听到金光善2个字，心里就不高兴。魏无羡哈哈哈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还多亏了他下药呢，不然你得什么时候能开荤？”蓝忘机敲了敲魏无羡的碗，说道：“吃饭，食不言。”魏无羡笑得开心，道：“知道了，知道了。”吃过饭，魏无羡就开始犯困，就缠着蓝忘机去房间里面睡午觉。刚吃饱不能睡，魏无羡就去院子里面溜达溜达。外面的玉兰花又开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魏无羡看着这些玉兰花出了神。等到蓝忘机出来的时候，魏无羡手里拿着一支玉兰花枝，笑得眉眼温柔。他晃了晃自己手里的花，脆声道：“我刚刚出门，外面的玉兰花开了，我看着实在是好看，没忍住摘了一朵，想送给你。”蓝忘机一阵恍惚，似乎思绪又回到了3年前那个晚上。他到现在也没有告诉魏无羡他喜欢玉兰花，但是现在他喜欢的那个人带着他喜欢的花，笑意盈盈地站在他面前，眉眼温柔。魏无羡说：“我刚刚用手机查了查玉兰花的含义，至死不渝的爱情。”魏无羡把花递给蓝忘机，他继续说：“好啦，我觉得这个含义非常的好，我很喜欢蓝湛，我永远喜欢你。”蓝忘机心里软了软，他轻轻地了一声，接过来魏无羡手里的花，他说：“很好看，你也很好。”魏无羡拉着蓝忘机的手，慢慢的十指相扣，他说：“回去睡觉吧，我困了，腰现在还有些疼。”蓝忘机回握着他的手，应道：“好。”至死不渝的爱情，就好像他和蓝湛。5一过后，天气越发的暖和了，魏无羡和蓝忘机最近又往家里添了几个家具。2人和好以来，每天都是正常上班，正常下班，然后回去吃饭，蓝忘机做饭。蓝忘机现在依然不让魏无羡进厨房。不知道是不是春雨，夜里外面就下起了大雨，带着风，蓝忘机把所有的窗户都关上了。魏无羡躺在床上整理今天的工作。魏无羡笔记本开着，听着外面哗哗的雨声，心里反而静了下来，手指有一搭没一搭的敲着笔记本，眉眼带着淡淡的温柔。蓝忘机走过来，把魏无羡的笔记本拿开，说道：“已经很晚了，9点了。”